这一个桥呢是正在通车的，然后外边这个桥呢是废弃的。我们看这个桥的桥形，它是一个拱形，感觉这种构造的桥啊，好像结构不怎么样。具体我们到桥上去看一看，它是为什么会把这个桥废弃在这里的。我现在呢已经在这个桥上来了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这里是一个3桥同框啊，中间一条呢是省道，然后上边一条呢是高速路，看到没有？上面一条好像在检修哈。这个桥面还是非常宽的，是双向车道的。当然这个桥呢应该是修了很多年了，但是就是这个桥呢都没有修通啊，也就是都没有修通呢，可能就是废弃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桥的中间了，来看一看哈。像这些地方呢，就是一些接口的地方。哇，这个缝隙非常大哈，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直接可以看到峡谷底，看到吧？你像这些位置已经是错开了很大的一个缝隙，我们的整个手掌都是可以进得去的哈。那么从这个位置呢，直接透光可以透到这个峡谷底去了，你们看一看。所以这个桥呢，应该是修建好了之后啊，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偏移，或者说位移，或者说是变形的这一种状态哈，所以呢才把这个桥废弃了。那么我们从空中看哈，这一个桥呢它是建的直的，那我们现在在用的这个桥呢，它是一个弧形状。那么当初呢，它应该是把这个桥作为主桥，后来可能发现这个桥这种造型呢，它有一定的问题，所以就把这个桥废弃了之后呢，然后就在这个对面呢重新架了一个桥。这个桥的废弃啊，其实也挺正常。在以前修的时候啊，它并没有一些传感器啊，包括一些监测的一些设备植入在桥里面，所以说呢，一旦出现了一个问题啊，你就不可能再用这个桥，它是一体成型的。你看现在建的桥梁啊，它就是每一些关键的部位，包括每一个分段，那么它都有一些东西植入到里面，也就是这个桥有一点问题，或者哪个地方有一些移动，或者说这个分离等等，那么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传感器呢精确的捕捉到，那么你就知道一整座桥是哪一个环节有问题，针对这个环节去进行检修就可以了。但是以前的桥呢，它是没有现在这个科技这么高啊。你看这一座桥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这个整体已经成型了之后，它在这些中间各个环节，它并没有一些这个传感器什么的植入到里面，以前没有这个技术啊。所以他就并不清楚这个桥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，或者说，找到了问题点，你又不知道别的地方还有没有问题，所以他只能把这个桥呢废弃，然后重新再建一座。我是大概这么理解的。但是现代建的桥梁呢，大家完全就可以放心了，因为这个桥都是分段来进行建设的。这样呢，它就每一些关键的部位呢都会植入传感器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一座大桥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呢，就非常的清楚，而且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也是一目了然。我为什么说这个桥还没有建好就已经出现了位移、变形而废弃呢？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桥的两边，有一边呢是石墙挡住了，有一边呢甚至还建有一个房子。我们再往这个桥的两边去延伸的话，完全看不到有通路的一个痕迹。所以说呀，我才跟大家讲，这座桥呢应该是建成就发现有问题，然后呢就放弃了通车，所以在对面呢再重新建了一座桥。在这个桥上呢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哈，你看这个桥头竟然建有2间的石头房子。更奇特的是呢，我们这个桥的路的前方呢，竟然还有2栋楼房，它正好是挡在了这个桥过去的这个路上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朋友们，这个地方到底是先有这座大桥呢，还是先建了这些房子？你们觉得呢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在贵州大山的一个森林之中，我现在已经在森林中步行了有20分钟了，然后现在还要从这里步行到这个山顶，然后再翻一座山去探秘山中的一个村庄。哇，你们知道要步行多久吗？差不多要1个小时。走吧，这个就是上山进村庄的路啊。现在基本上没什么人走啊。现在我走到了一个垭口，那么距离我们要去探秘的村庄呢，可能还要走半个多小时。哇，这些土地呢，也全部都是荒废了的，还要翻过这个垭口，然后再翻过一个垭口，才能到达。看看这上面都是山，我现在相当于是置身在这片森林之中。咱们要继续的往前走。你们有人是不是觉得这个里面有没有可能遇到什么野兽啊啥的？是有的哈，这个大山里是有野兽的，只是呢，我们这边的山里面呢，它没有什么攻击性啊。野兽的话，顶多就是这个野猪，像什么山羊、泥猪、赤猪，是吧？等等这种类型的啊。以前咱们贵州深山里面的老百姓啊，不管是出门走亲戚啊、赶集啊，还是干嘛呀，都是要走这样的小路出山。但是现在呢，基本上很少了。只要是没有通公路的地方呢，基本上都是整体拆迁。即使是有呢，那都是年纪大的人他不愿意走，这没办法的，对吧？子女都把他没办法，不要说这个咱们村里面了，对不对？猕猴桃啊，非常漂亮，野生猕猴桃，哇，太漂亮了！什么时候熟，什么时候我来采一点。野生的呀，野生的猕猴桃啊，非常多。看看这后面，全部都是，这里这一整片全是野生的猕猴桃，哇，太爽了！等这个猕猴桃成熟的时候，我再过来这边转一转啊，还能采点猕猴桃。天呐，朋友们，在这个山上真的容易迷路啊！我从这个山垭口是顺着这个山再过来，到这里，你看路都没有，然后再拐弯过来，这个位置看到他们这个村庄弄的一个水池了，这个应该弄了好多年了。然后这个路也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印记了，应该是要快到这个村庄了哈。这个已经看到他们的水池了，你谁曾想象啊？以前这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，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无人踏足的状态啊！哎，你能想象吗？这个不久的将来，这些地方一定是一个原始森林，因为你根本没法进来了啊！如果说不再有人在这里居住的情况下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原始森林，很快啊，也就是2、3年就会变成一个原始森林，你就没有办法再进入这一片这个地方啊。哎呦，什么东西？你看，走在这个林子里边，你说不准的话，又这里飞出来一个东西，那里飞出来一个东西，你还真的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，要不然你老是被吓。哇，我们已经看到很破旧的房子了，不知道大家透过这个树林能不能看到啊？这里又看到有房子了，
哎，这一家应该有人住了。我们看到有种一些玉米啊。哇，你走到这个村庄之后，这里是一整片的这个大平地，非常舒服啊，在原始森林中的一个村庄。但是好多房子已经全部倒塌了。这么漂亮的房子啊，那儿有一户没人居住了，我们下去看看吧。这里是留守在这里的老人种的玉米啊。你看这边是一个高山上，所以这个玉米都很小还。那边有3、4栋的一个房子，没有人居住的，全部废弃了。然后这儿有一大块的这个平坝，这个平坝最少有个10亩地啊，非常大的一块平坝，也丢荒了，没有种任何的东西啊。这个村庄呢，整个周围是群山环绕啊，相当于是住在一片大森林之中。看这个模样呢，确实是整体搬迁了。那边2个房子还可以，后面那个房子呢，已经是破旧不堪了。然后咱们再看一看这边，已经听到狗叫声了。你比如说这里也是有一排房子的，但是全部拆掉倒塌了，大家可以看看，一排房子全部倒塌了。然后哎，那儿有一个大叔在那里。哇，这一片地方真的漂亮啊。刷呀，吃饭没得谁？吃饭没得啊？吃了哈。好不容易才走进来你这儿来了，这房子都全部倒塌了哈。倒塌了，你说我没认感觉。你肯定认不到我，我遵义的。遵义啊？啊，走这边来逛耍。这里以前是个小村子哈。啊。哦。坐啊，不然？坐都没得人在这儿的呀。啊？都没得人在这儿坐的了呀。没得了。没得了，你在这儿是吧？我在这儿坐。哦，其他的那边的房子也全部都搬走了。搬走了。哦，你还种了那么多包裹呀？没得好多，我操的。好，你在狗儿咬人不？不怕，不咬哈。不怕，他不怕响人，他先就那个，我这个狗还不吹黄呢，不怕。先就已经你有响了，我在上面的听到响的。他这样咬我就估计得平跟这狗。不怕。这等于这一个位置就是你家人了。你也干了？啊，还有一个了。哦。看电视啊？没事，看电视。这喝茶。好，谢谢。你们这儿姓哪吗？我姓杨。姓杨哈，这一片都姓杨啊？就是我家。就是你的家？你们在这里来好久了？我们一直都在做噻。就祖祖辈辈在这里。我们原来老家是四川。就是搬来这里来好多年的？几十年了。都才几十年了？40-50年了。40-50年，也就是你小的那搬来的。你好大年纪了啊？我们现在60多了啊。60多哈。哦。等于你是跟到父母到这儿来的。对。那个时候为啷个会搬到这儿的？那时候我是这么个一回事了嘛。四川生活紧张，贵州松，要那年咯。就是我们下面的老人家过世嘛，就随着我们母亲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个了嘛。就类似有点逃荒的性质是吧？又是逃荒嘛，就是又是我们母亲嘛本身命苦嘛哈。啊。他就走了一步，就把我们带到这里的。哦。这里有好多家人嘛？原来有多。原来有20多家，30家。有20-30家。那现在就是搬出去的。搬出去有6份，所谓搬迁份，按6份，所谓搬迁份。啊。现在这村里面的话，都还有25家的居住民宅。就在村里头还有20多家是居住地在这儿的。但是他们可能大多数都在外面自己买房子了。都是我。对。像我们这些没钱嘛，买不起嘛，就是那些卷的嘛。你来这里种点地啊，然后还养点其他的东西呗？养牛啊。养牛哈。你养了几个牛啊？7、8个。7、8个啊。7、8个牛一年赚了多少钱了？钱是赚了好多钱啊，那个是行情问题啊。7、8个牛的话，应该一年啷个说的话，也要赚个30-40万块钱，没问题的噻。赚不到。
那你这儿种那些玉米的话，晚上家会不会有野猪来呀？有都有，但是我这没照过还。还没照过。我那些胶是千斤有狗啊，狗赢了，我就站在这路，我不出去，我电筒要晃过去，就看到这个。啊吧，都是好几个的。那到北京，有些是上海呀，有些是北。那到北京。这个地方是安逸，安是安逸哦。安逸，不安逸高山了。高山了嘛，就是高山凉快了嘛。是。你这位置视野还很好。这个位置视野好啊，看得开啊。这里就看得热闹，看外面有。都看到了对面山里面去了。也看到这些大灯的石头，都证明以前的人的力气是真的大。那么大块的石头都抬来把这个坎坎锤起了。我估计以前真的有可能是地主坐这个地方的。你说的这个是朝门了吧？这里它确实是一个门的形式。你看两边的石头是下级的哈。这是雕塑浪啊，那些我听到我这们婆们这边看这些石头，压沟头顶，拿根木船拖下来的。在顶个拿木船拖下来的。因为这点没得石头了哈。那个顶个直下来的。那根木船呢，就是说路内挖的，他挖给槽了嘛，然后用那个滑下来。拖一下那个。以前的人有功夫，你看，是吧？尽是这种大灯的石头都搞的。那个顶上，那个银盘，那些石头有大灯加的比这个都还要大，缺个银盘，多老二的，在哪点了吧？那个顶的这都看到最高的就这个顶了吧？它上面整了个银盘呢，就意思说这个族的人多老二的以前，有老二的那就跑到山里面去。你看几个小孩呢？几个小孩呢？3个哈，都在外面打工呢。2个是结妈的，还有2个都是女儿们的儿子吧？1个。2个还没结婚哈。在哪了？在广东吗？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叔家门口的一个朝门，我感觉大叔家以前肯定是地主，但是大叔也说不清楚。这个肯定是大地主，要不然不会搞这么多石头放在这里是吧？一看就是以前的大户人家。我走了水，刷嘛？不刷了，我准备转去了，石头子的上去哈。还喝茶不吗？不喝了，麻烦你了，我准备回家了。你应该再多喂点牛，你在这很安逸。喂多点嘛，可以多赚点钱的嘛。是。周老师。好。告别了大叔，咱要回城了，要走1个多小时的路程。这个村庄真的是太漂亮了，坐在山顶的一个平地里面，非常漂亮。20多户人家全部搬走了，就剩大叔他们2个人留守在这里，爽不爽？他们养了6条牛，然后呢种了一些玉米，基本上非常清闲的在这里过日子。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地方？我看了一下哈，还有好几栋的木房子是空置的。你们有没有人想来跟大叔做邻居的？在这个地方隐居哈，隐居哦，因为没有公路哦，所以肯定是隐居啊，没有人来找你啊。你要出去一趟的话，也要走1个小时。有没有人愿意来的朋友们？为了带着大家看美景，看这种大山深处的自然村庄，你说我容易吗？我跑这么远，对不对？你们视频看完了，不点赞关注一下，好意思吗？对不对？这个地方漂不漂亮？
我们上一期视频发了之后啊，很多朋友就特别好奇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啊。我们跟村里面的村长打听了一下啊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养殖基地啊，主要呢是养殖中华鲟，还有娃娃鱼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方形的池子，包括这些圆形的池子呢，都是养的这个中华鲟。那娃娃鱼呢，因为它不能见光嘛，应该是养在这个房子里边的。老板养殖这个鱼呢，它不是内销的哈，大多数呢都是出口到国外。而且这个泉水呢，它是从后边的这个山洞里面出来，这个水呢是可以直接饮用的。大家知道娃娃鱼和中华鲟呢，它都是冷水鱼。那冷水鱼呢，一般都要到这个出水口的位置呢，你才能够养殖。为什么？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，而且呢，这个水一定要冰凉。比如说这种长流在江面的这种河水呢，是不能来进行养殖中华鲟和这个娃娃鱼的。所以这个老板呢，也是特别的会选地方啊，选了这么一个秘境之地，在我们眼中看来，真的是一片世外桃源。很多人可能想在这里住一辈子的打算都有，对不对？整个这个江面的话，你只能是划船才能够进入它这个养殖基地，别的地方你是去不了的。甚至说你想看它这里呢，你都难得一见。我们呢都是翻山越岭的，对吧？从后面这座山上爬到我现在所坐的位置呢，才能够看到它这个位置的一个全貌。如果你到别的这些山上呢，你是来不了的，山上都是茂密的这个森林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看到它这个地方。所以算得上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地方，一般的人是发现不了的，只有我们这种天天是不是在山里去寻觅宝藏的人呢，才能找到这样的秘境之地哈。所以想看到这里呢，特别难哈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哈，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来到镇远古镇，总会感觉到它的安逸、舒适、自然。走在街上，你会发现这里没有匆忙的人群，时间在缓慢流淌，人们的脚步也是走走停停，街巷依旧安静，古巷成园，石砖青瓦。这是一座拥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，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了镇远独特的文化。这里也被称为湘黔咽喉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和商帮的必争之地，所以在这里各地文化相互渗透，相互交融，形成了多元特色的包容文化。我们从空中俯瞰，碧绿如带的五羊河水穿城而过，呈一个 S 型，把古城一分为二，形成九山抱一水，一水分两城，天人合一的太极古城风貌。所以很多朋友又把镇远称作太极古镇。如果你是初次来到镇远，建议准备1到2天的游玩时间。白天沿着五羊河边散散步，看一看城内的古民居，走一走狭长幽深的古巷道。这些巷子结构错综复杂，也是组成古镇生生相息的血脉。夜晚降临时，看那万家灯火璀璨，星星点灯，照亮这片美丽的天空，倒影在河面，真是美不胜收啊！带上你的亲人、爱人，又或三五好友，邂逅五羊河畔，感受这人间值得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？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我在我们贵州的大山里，看看我把车子开到什么地方了。这是一条毛毛的公路，然后我身后呢像是一片原始森林啊，
这条毛路呢通向这个山脚啊，这里边应该是住有人家，咱们一起去探秘一下。这个路走的车还是比较少了，估计就他一家的车啊，偶尔可能有其他的朋友进来吧。反正这个路呢，天晴的时候还没有关系，下雨的话，估计这个路就比较麻烦一点。你看它是那种，还好是那种碎石，不是黄泥。如果说黄泥巴路有一点这个坡度的话，基本上你是很难开得进来的哈，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。我挺佩服的哈，我无人机看了一下，这边呢就一户人家在这里，一户人家在这里呢也修通了几公里的这个毛路，确实也不简单哦。因为住在这个大山里，一户人家呢，你这个基本上呢要想把这个路修通也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你只有你自己出钱嘛，没有人跟你共同承担。相当于我是从这个山上，对吧？然后开车到这个峡谷底部来，所以这种公路上开车呢，这个技术还是有要求的哈。如果说你对这种崎岖的山路啊，还有这种拐弯的这个把握，不是很熟练的话，还是建议不要走这样的山路啊。很多人说想跟我一起到这个山里面来转转，你说像这样的路，你们敢不敢来呢？你看天晴的时候，这个路都有一点点滑哈，你不要说下雨了，下雨嘛，你这个路根本就没法开。但是它这个路保护的还可以哦。一家人在这里能够让这个路还可以开车下来，我觉得已经挺厉害了哈。哇，你看这个路太陡了，然后又是急弯加陡坡，所以这个拐弯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，一点都不能开玩笑的。这边真的是一个大峡谷哈，朋友们，深山里面的一个大峡谷。你看那儿还有好多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古树啊，住在这个山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我们的车子好像只能开到这里了。这个主人家把这个地方给拦住了。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是世外桃源了，有很多人这个喜欢隐居是吧？这儿就非常适合隐居。哇，太漂亮了！看一下，住的这户人家就在这里。然后他们这个公路过来有差不多2-3公里的这么一个路程哈。然后这个房屋的前边呢，就是还有水啊，水源非常的丰富。像这个山后的话，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始森林，相当于这一户人家呢，他是住在这个原始森林的一个边上啊，好清静啊，在这个大山里，是吧？玉米已经快熟了，然后这家人也养了好多鸡，他这个外边是建了一个牛栏猪圈啊，下层好像是养牛，上层的话是可以居住人的。养的有鸡，养的有牛。你们说，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地方，你们担不担心？哇，有狗啊！耶，这还有个车，还有个老年代步车。可乐，不见主人家呢。
好热，咕噜。这个主人家好像不在啊，主人家好像不在。我们就这样隔远看一下吧。这里是独一户的人家居住在这里。我们看到那儿还有一个老年代步车的一个小4轮的车。这里环境太漂亮了，朋友们，真的太漂亮了。它这儿还养蜂了，这边这个横着放了好多的蜂箱，而且这一户人家呢，比较勤劳哈。你看这个周围啊，都种了这个玉米。我们看不到主人家呢，这个没办法跟他唠两句。但我就说这个地方的环境漂亮啊，真的很漂亮。一户人家居住在这里呢，你想干什么都可以。你像这个山的这个后面啊，全是一些原始森林，所以你在这里干什么不好呢？水源也是充分的，然后没有任何人跟你抢夺这个地方的资源，真是美不胜收啊！有点遗憾啊，主人家不在。但是这个环境的话，这一户人家真的是赚到了哈。然后它这个四周呢都是山围住的，而且房子的正前方呢是很大一片的原始森林。它这个地方也不缺水源，毛的公路呢也通到了家门口。这个应该是他们自己凑钱挖了这条路啊，挖这条路有3公里多，我估计也花了好几万块钱。比较遗憾的是，今天没有看到主人家哈，咱们也不能在这里等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他在这里居住的一个感受，包括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，然后多少代了，对吧？我们都可以了解一下。但是这一户人家呢，一定是土豪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只有一家人，所以这个前方这些山呀，都是他家的，肯定都是他家的。我估计呢，这一家人肯定是土豪啊，土地呢有不少，然后山林呢最少也有个几百亩、上千亩，这是我对大山里面的一种认知啊。因为一般来说，一家人住在深山里面，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，这个周围的所有东西呢，也基本上都是他家的。所以你不要看这一户人家是住在这个深山峡谷，实际上他有可能是土豪啊。如果是你愿意居住在这样的深山里面吗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哈。然后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哈，我又慢慢的返回去了，开车还是要慢一点。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呢我在贵州黔东南思秉县的大山里，到这个山里面来寻找一个比较奇特的景观，那到底是什么呢？走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穿过这一片树林啊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哪，反正就是跟着这个森林里面走，应该也走不太远就能看得到啊。你看哈，咱们行走在这个山间的话，都是听到的这种自然的声音哈，也是赏心悦目。我呢也是第一次来这边哈，穿过这个森林应该就能看到啊，但是我也不清楚要走多远。哇，天哪，这里真的像原始森林啊！诶，就是这个吗？哇，太奇特了！你们看看，在这个山梁上啊，长出来的一个石笋，单独的，特别漂亮。哇，真的是惊艳啊！上面还长有2棵树枝。这一尊石柱呢，他们当地人把它称作一柱擎天，也就是剑指苍穹的意思哈。但是呢，我走到这里之后，我发现这一尊石头呢，更像一个石头人。你们从现在的视角看，是不是更像一个石头人？非常的形象。更加奇特的呢，是这一尊石头，它是屹立在这个山梁上的。这个山梁的2边呢，都是很深的一个沟壑。
大家知道哈，我们贵州的很多喀斯的地貌呢，它是这个地下河或者说河流的冲刷下切之后呢，形成的这种沟壑。但是这一尊石头呢，其实它是在这个山梁之上的，大家可以看看哈，非常的薄啊，跟我的这个人的整个身体的宽度差不多。它的这个高度呢，应该有10多米哈，我是1.8米的这个高度，大家可以来这个对比一下。我走到这个位置之后呢，发现一个比较奇特的视角哈，我自己的感觉，大家看这个石头人的这个眼神是看向这个方向的，而我们在对面的一个方向上呢，仿佛也看到了一个女石头人的这个感觉哈。大家从这个顶部的视角去看一看，那么我感觉呢，他可能是和对方的这个女石头人呢是相爱的2个人。但是呢，他自己这边呢是势单力薄啊，而人家对面呢是庞大的一个家族。看看两边都是非常大的一个石笋，把中间这个人呢围在这个中间，这个石头人，可能他们2个人是非常相爱，但是迫于对面的这个家族非常的庞大，而中间呢又有这么一条鸿沟，把他们相爱的2个人呢挡在了这个山的两边。是不是比较形象哈？可能他们2个石头人呢是相爱了几千年，迫于这个对面的家族啊太庞大了不愿意让他们2个人在一起。你看对面的这个石头人是不是被庞大的一个家族围在了中间，不让他们2个相见，就相当于把牛郎织女隔开的这个感觉啊。而中间呢又有一道非常深的一个沟壑啊，这个石头人想要跨过去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艰难。那么久而久之呢，他们只能在这里相会，相互呢就化成了石头人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隔沟相望，对不对？这个呢就是我看到这里的一个感受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奇妙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哈。我们贵州呢是一个喀斯特地貌省份哈，有特别多的奇异景观，也欢迎大家呢到我们贵州来玩。咱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情人別後，永遠再不來。無意獨坐，放眼塵世外。鮮花雖會凋謝，但會再開。一生所愛人，在白雲內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在贵州铜仁的大山里。今天呢，要带大家去探秘一个羌族村寨。羌族在贵州省呢，仅仅只有1600人左右。是贵州省所有的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一个民族。我们即将要去探秘的七树坪羌寨呢，也是贵州省唯一的羌族村寨。走，我们进去探秘一下。我们这个翻山越岭呢，终于是来到了这个羌族村寨的一个大门口。要到这个地方来还是比较难走的，都是要走盘山路。这个地方呢，距离铜仁江口县呢有30多公里哈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村口的一个位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上边写有七树坪羌寨的一个字样。那么这儿呢也是一个大门，也是他们村寨的一个碉楼哈。咱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碉楼呢是后来新建的，全部是石头砌上去的。还有啊，这个中间是镂空的。那么碉楼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？可能在以前的话，它主要是一个抵御外敌岗哨的一个作用吧。走，我们到里边去看一下。一进到这个里面呢，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广场啊。这个地方风景非常的漂亮，看一下，很大的一个广场。这边呢有乘凉的一个凉亭，很长的一排。我估计呢，他们村寨里面搞什么活动啊，过年呀，会在这个地方来进行活动，对吧？然后这边呢有一个七树坪羌文化的一个陈列馆。
应该没有人看守，也好像没什么人在这里管理，对吧？只看到一个房子在这里，没有人管理，门也是关着的。这里是一个羊的一个形状啊，它主要呢是羌族人的这个图腾呢，它是羊，而且羊呢，他们认为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整个羌族的贡献啊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。这个村口这儿呢有一棵比较大的一个桂花树啊，你们看一下这棵桂花树是不是像一个迎客松的一个造型，很是漂亮哈。村口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了一口水井啊，它这个上面写的字样呢叫尔玛神井。尔玛在羌族人的这个概念里面呢，他们就是自己的一个意思啊，自己人的意思，或者说本地人的一个意思。我在这边呢也喝一下这个水啊。这个水喝去有点甜味的感觉，真的是真正的山泉水，不愧是他们的神井流出来的水，对吧？再喝一口，有点甜味，真的好喝这个水。耶，几个老人家在这里打牌呢。啊，打什么牌啊？扑克牌。打升级。是升级是吧？嗯。打50分，那样打就是打升级，打了。我说怎么大了也就听到声音了。这挺好的啊，在家里没事打打牌。哦，啊，这是2个人打2个人吗？哎。哦，对家打对家。几个老人家在这里打扑克牌，不打扰他们呢，我到村子里面转转。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寨子中间的这个位置啊，大家看他们羌寨的这个建筑还是有一定的特点的。你看这个房屋的2边啊，都是有这个石墙的。那么它为什么有这个石墙呢？可能是跟他们这个游牧民族有关，对吧？为了起到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，顾名思义啊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木质结构的这个房屋呢，实际上它是起不到任何的一个保护作用的，对吧？那么你看这个房间的这个外墙啊，它都有这个墙，有这个石墙，加上这个泥土来进行夯实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稍微一点点的力量呢，你是没有办法哈。但是我们真的是这种纯木结构的这个房子呢，你是很容易就进行破坏的。以前呢，你想一下嘛，这个在100年前，不要说100年前吧，就算50-60年前都是比较乱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我们居住的地方呢，还是要把这个安全防护这方面都把它做得更好一点。你们看这个位置哈，特别有那种歪门邪道的这种建造风格。再看我这个身后这里啊，这里呢又是一条小道啊，从这个地方过去。那他们每家每户之间呢，实际上也是相通的。我到这里之后，我发现这边非常多的一些房子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啊。你看，这一片的这个房子，包括这一栋楼，对不对？就是我周围这一栋楼，包括这里面好像都没什么人居住。这个一看呢，就是一个大户，对吧？以前的一个大户人家。我们走进来看一看啊，进来之后会发现这里还有一个晒粮食的，这个呢叫是晒店啊。哇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家人是一家大户人家哈，看看这个山河头的一个建筑，对吧？非常漂亮。这边这个房子是最古老的，这房子我估计最少有个100来年、200年。再看看我们上面的一些窗格，对吧？包括这个外门的这个颜色呀，天哪，都是成这个样子的了。
我估计这个房子最少有个200年左右啊。这样的古村寨呀，现在是特别少见了。这个地方嘛，就是保留了那种古色古香的那种感觉。你看，像这些房子都是把门锁住的，没人在家哈。他们把这个木材啊，烧火用的木材都是堆砌在这个2楼的。哎呦，我天哪！这些房子都已经快倒了，也没人管。你看吧，看这个位置，这些房子啊，你看这个集群的村寨啊，都已经没有几户人在家里居住了。其实有时候挺感慨的啊，这个地方最少有个60-70户吧。那你现在已经看不到几个人在家了。哪在？你是坐哪儿？我啊，在这边来耍呀。这个村寨过来耍哈，但是看不到，但是没得啷个人的了哈。他那个只有20几个人的屋子了。啊？都是老家住不得的，只有20几个人的屋子。只有20几个人呐？哦。本来有几百人哈。往前有200几。200多？280。200多人，现在就只有20多个了。通走了，咱住不得，都是老家住不得的。老实的那些。都出去打工去了哈。哦，抓没？不走了，我走那边去。哦。哦，你也是羌族吗？是。也是哈。他们这个为什么要建这个呢？以前建的吧。你都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这个好多年了哈。以前建的嘛。你可能好多东西你也不知道了哈。哦。啊，我还以为这里还有好多人住，现在都没什么人了。没什么人了，都房子都出去了。哦，你走前面吧。但是马坡太高了嘛。到这个羌寨里面去转了一圈，60-70户人吧，接近300人。现在村里面仅仅剩下20多个人，年轻人全部都出门打工做生意。00几年的时候，这个地方还人非常的热闹，包括那个时候也还弄过旅游区啊。它因为是贵州唯一的羌寨嘛，你看，时过境迁啊，才10多年的时间，然后所有的年轻人都走了。那现在呢，这个地方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，因为现在来这里啊，你也看不到啥东西，只看到一些房子。如果你们真的想来看一看的话，我倒是建议你们可以到10月初1的时候来，因为10月初1呢是羌族人民过羌年，那个就不亚于我们腊月30过年的过元宵的这个感觉哈。所以在10月初1这天呢，这个寨子里面的所有的年轻人呢都会回来，而这个地方呢也会举行一些活动。所以你们想了解一下这些羌族的文化，包括来看一看这个寨子，那你们都可以10月初1的时候来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哈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遵义周边最高的山仙人山，1800的海拔。然后这个位置呢，被称为天池。这个边上呢，是一户在这里采收方竹笋、加工方竹笋的一个小作坊。那么在以前的时候啊，中间这个位置啊是一个天池，也就是水都是深不见底的。然后当地的村民呢，就是追牛到这里来放牛呢，然后经常性的有牛跌入到这个天池里面淹死，而且牛也找不着。所以呢，后来当地的村民啊，就把这个山上的树枝全部砍来之后呢，把这个天池给填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中间长了很多的一些小树出来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步行走到这个里边去呢，实际上是非常恐怖的哈。它整个是有弹性的，也就是说底下是一个深坑的水，那么上面呢实际上是悬浮的一层这个树木，所以当步行到中间的时候，你一跳动呢，它实际上是会闪动的。大家看这个山脉的一个走势，所以这个地方能够有这个深不见底的水
在山顶这里出来，特别神奇。那我们看这个周围的这个山脉呢，也长得非常的神奇啊。然后大家看这边几边的山脉是围过来，中间形成一个天池，然后我们在山顶的位置呢是有一个寺庙的。我千万不要走到里面去了啊，这个特别恐怖的。我们主要是现在我走下来跟大家验证一下，这个地方确实是有水。上边是寺庙，看到吗？这片呢就是沼泽地，然后这个地方就有水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个中间这些呢是不能过去的，比如说现在我所踩的位置呢，就是已经很悬了哈。已经很悬了。那么这里有2根竹竿，他们搭的。那么这个上面一踩呢，整个这个下面是会闪动的，而且这个闪动的频率呢，振幅呢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就不敢往里面走啊，因为你掉下去的话就起不来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之神奇的。山也是遵义周边最高的山，这个水也是最高的水。而且这里的水它是深不见底的，不是说一点点水啊，是一直延伸下去，不知道有多深。可以看到这个天池的边上呢，都是那种相当于笔直的这种山下去，按理说它是存不住水的。那为什么这个地方是这样的情况呢？特别神奇啊！你们来点评一下好吧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呢，真的是一个地质奇观。如果能够想办法把这个天池给显露出来的话，我相信会成为网红打卡地啊，大家说是吧？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呢我在四川古蔺的深山里边。刚刚我们通过这条路行进过来之后，到达这里呢，看到有个悬崖，有没有？上面有大概有70-80米的这个瀑布从上面流下来。那么我们行驶到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公路就已经到头了。我们看到这里呢有几个小小的三轮车，这边呢有非常多的一些竹子。那么他们的这个竹子呢，是从这个悬崖上边有这个就是缆索啊，有这个缆索，这样呢才上边砍了竹子之后呢，用缆索从这里滑下来之后呢，在这个地方上车把这个竹子拉走啊。因为这边呢都是以竹子为主啊，所以呢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都是竹子。然后这个悬崖村庄呢，只有从这里上去啊，唯一的一条小道，然后从这个悬崖上去非常的危险。那么这里呢就是搭了一个棚啊，是他们悬崖村上面的村民呢把这个车辆是停在这个位置，那他们自己呢也是必须要通过这个地方步行上悬崖村。大家看一下这里这一挂瀑布，真的是超级漂亮的一个世外桃源。因为现在呀，像这样的悬崖村上面住的人也比较少，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路上走的这个痕迹也比较小哈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，真的是非常原生态的一个地方，是吧？需要走这样的悬崖步梯呢，才能上到悬崖村。其实挺佩服住在这个悬崖村上面的人民的。大家看，出一趟山非常不容易，特别的累啊。下坡要特别小心，上坡的话是特别累，尤其是背这个生活物资的时候，这个肯定要累满头的大汗，你才能够爬得上去啊。这个是不是就像这种悬崖天梯一样？而且它这个梯子的外边是没有任何保护的。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说的就是这个路吧。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地基啊，都是全部是这个红石头一块一块的这个镶嵌上来的，看起来特别的复古，特别的漂亮。哇，这家人特别勤劳啊，
看着堆了那么多的木材。主人家，有人没得？看没人在家，那咱也不能进去啊。喊了好几声都没有人。这个房子是一个3合头的房子，特别漂亮的。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吧，看看前面有没有人吧。看到吧，那户房子应该是没人住了，那上面的瓦片都长青苔了。你们这个上班总的有好多户人呢？这个以前是有10多户人，现在有几户人了。那你们背东西下去啷个办呢？就做嘞？就在这儿噻。还有按照滑石嘛，滑石滑。有滑石把东西滑下去。有滑。上来也是滑起上来。对。走路才走着的。走吧。在这里住好多年了。我们一直晓得是，就是祖呢在这儿住起了的，起码是100-200年。100-200年了。100-200年是。嘿，那个时候为啷个想到在这个里住，还出都出去不到？那个时候嘛，他这些全部是铁窑，他自己总爱吃啊，总爱产的有粮食了嘛。在以前。反正不出去。就是很少出去啊。你们整那个梯子上来都要把73年啊，都干也20多年了吧？73年整的？都干好多年了啊。就干按那个梯子上来。4块钱步啊，那会儿。4块按一步啊，个梯子儿。这哈儿嘛就40块你都按不起一步。也不少钱呢。也1000多啊，20多是。20多1000多。这哈就把10万都干不上来噻。干不上来，10万都干不上来。就是啊。那有危险。有危险。请人干的哦。请人干的啊。那个事儿读书啊？读书少得很的。不读书。读书多，也请来就是在农村当中的10个8个的小孩，请那种一般的，就是说以前那种老师就好像就是说读那种百家姓咯。就相当于直接请来你们这高级来在老家几个人在那儿来教。我来嘛，为得生活下去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。读书就是这样的。就是这样。现在嘛都在城里面去了。现在嘛都是在政府办的小学啊、中学这样的。那个事儿才恼火哈。那个是不恼。你们都在住在这上面的哈？我是住在这坎子上边的。坎上哈。你们这个队等于说只能从那里一条路啊？两条，有一条从外边是没有人走了。现在我们整体都是走这底下大瀑布这条。现在都在走瀑布啊，在那个崖边点哈。对。哎呦，这走起好累啊，这路。哎呦，我们习惯了就没得问题的。梯子有啥好？就那个梯子滑呀。滑。那个梯子有些时候下雨的时候有点滑，赶上都不滑。你们这个队总共有好多家人哇？我们这队多数都搬走了，现在等于是他还有4-5家。4-5家哈。有些人全部都买房子到吃水去了。就剩了我们这没得钱人在屋头。这是贵州安顺的黄果树瀑布，很多人认识它应该是从西语句里面的水帘洞开始。在景区，我们可以看到真假美猴王、唐僧师徒5人的塑像。或许你以为黄果树瀑布就是看一下大瀑布，显然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。黄果树景区分为3个景点：陡坡塘、天心桥和大瀑布。每个景点呢都是值得一看的。建议大家要来黄果树旅游，需要安排1整天的时间，否则你有可能看不完3个景点。话不多说，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景区逛一逛吧。这是景区售票大厅，这里多说一句哈，除非你是医生、学生、军人等一些特殊身份，现场购票有优惠或免票以外，否则都应该提前网上购票，以免来到这里耽误时间。黄果树景区的通票是210元，
包含大巴车、摆渡车的车费。买好票以后，穿过这片区域呢，即可上大巴车，坐车2公里就到达第一个景点。北坡塘景区入口到了，需要下车的游客请携带好随身物品，有序下车。这里就是陡坡塘瀑布的入口了。进入景区步行约20分钟到达瀑布，是不是很熟悉？没错，这里就是86版《西游记》主题曲师徒4人牵马过河的取景地。陡坡塘瀑布宽约105米，真的是很宽很漂亮。这个景点来回路程加上拍照打卡耗时约2小时。看完瀑布后，折返到景区入口乘车到达下一个景点天星桥景区，车程约7公里。天星桥景区也是最费力气的一个景区，下车步行需要1个多小时走完单程。虽然游玩起来比较费腿啊，但我建议一定要来看。入景区要经过这一片迷宫般的石林，据说以前悟空啊经常带着小猴子到这儿来玩。峰峦叠翠，植被奇特，溶洞、石林、石壁、峡谷比比皆是，呈现出层次丰富的喀斯特山水风光。一路向前，过了天星桥，来到河边，这个是冒水潭，什么意思呢？地下有暗河冒出来形成的奇特景观，像是烧开的水一样，很是漂亮。一路沿河而下，大小的泳滩和瀑布真的不少。在一片轰隆声中啊，我们来到了最美的银莲坠潭瀑布。瀑布有10多米高，上面呈漏斗形，底部呢是槽状溶潭，河水流过河面隆起的石包，像千千万万条大大小小的银莲缓缓坠入溶潭，水流汇聚在一起的那种磅礴气势实属罕见，是天星桥景点最秀美的瀑布。看完这枚瀑布啊，我们已经步行了1个多小时的路程，如果再折返的话会很累。好在可以在这里花10块钱坐缆车到达天星桥景区中段的高老庄，然后坐摆渡车返回景区入口，再坐大巴前往大瀑布。从天星桥到大瀑布的车程有7、8公里，观看大瀑布也是我们来黄果树的最终目的地。到达景区可以选择步行或者坐电梯下山，但我觉得没必要啊，因为步行呢也不远。为了避免走弯路，直接可以下到山腰的1号观景台，震撼的瀑布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溶洞和瀑布这一类的景观呀，现场感受远比看视频震撼得多。浏览瀑布的观景路线，可以先从1号观景台开始，然后依次到3号、6号、5号、2号的睡区拍照打卡，这样呢不会绕路。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啊，导游那里悄悄听来的。如果黄果树只是瀑布，或许并没有那么出名。瀑布下隐藏着的一条134米长的水帘洞，拦腰横穿瀑布才是它的点睛之作，真是震撼无比啊！水帘洞内有6个洞窗、5个洞厅、3股洞泉和6个通道组成。从水帘洞内观看大瀑布，令人惊心动魄。这么壮观的瀑布下还有水帘洞，在世界各地瀑布中啊也是非常罕见的。据记载，黄果树大瀑布的这种奇观成因可以追溯到2亿多年前的中山叠纪，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呢我在毕节织金县的织金洞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4A 级景区啊。那织金洞内呢奇特的景观非常的多哈，据说特别漂亮。虽然我是贵州的，也在这边到处跑，但是我还真没来过，今天是第一次来哈，我也非常的好奇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哈，织金归来不看洞，织金洞外无洞天，这么个说法，你们就可以想象得到，它里面是集所有的溶洞的奇观为一体的，
也就是说，别的地方有的，它这里都有；别的地方没有的，它这里也有。所以又有大、齐、全的一种说法哈。大的话，它这个洞的总长度有12公里，最宽的地方呢有170多米，最高的地方有150米哈。那么它整个洞内的面积呢有70多万平方米，够不够大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走，大家跟我一起到洞里面去看一下。到这边来上车，大概需要开2公里的路程吧。咱们坐那个景区的摆渡车呢，就是在前边那儿就停车了，走进来哈。然后你们看看这里哈，它左边一挂瀑布，然后这个右边一挂瀑布，这个位置坐的还比较对称啊。你看这里洞口的位置也是做的比较对称。这个上面的牌子大家看看啊，世界地质公园织金洞。然后这边呢就是入口了啊，这里就是真正进山了。从这里开始就正式进入洞口了。刚到洞口呢，就一股凉风扑面而来啊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织金洞的洞口啊。这个洞口还是相当的高，差不多有100米的一个高度。这个地方呢不太好航拍啊，只能看到个洞口，也没必要，所以就不航拍了。那么它这个洞呢，是一进洞就是往下方走的。看看现在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，下边那儿他们都在那儿的解说。那么它是一个下沉的一个洞穴，这个洞口上方就已经能够体现出来这个洞的奇特了。你看上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这种钙化的石笋，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哈。我们一进到织金洞呢，这里是第一个景点啊，一个大洞，一个小洞，这个被称作日月同辉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这个洞穴呢，已经有一个太阳光射进来，这里看到没有？这里光。那它的意思呢，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，会一边是月亮，一边是太阳。那么它的光呢，可能在这个洞中会形成交叉聚焦的一种形式哈。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这种景观，可能需要很多年才可以看到一次啊。这里中间这个石笋呢，被称作是大力神杯，因为我们远远看去啊，它像这个熊熊燃烧的一个火焰，对吧？那么又把它称为这个火炬石笋，是不是特别形象？哇，各位，这个位置怎么没有说明呢？这个石笋我觉得非常漂亮啊，你们注意看一下这个石笋，它有点像那个弥勒佛的这个形状，还像这个狮身人面的一个形状。你注意看，这里是不是像一个人面，然后后面整个像一个狮身，是不是这种感觉？哇，这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地下宫殿了，太美了。这个看去像是这个地方长出来的一朵花，然后延伸上来到这个位置结束。他们跟他们没有连起来哦，因为这个地方拍照拍不过去。哇，太奇特了，这个位置的景观，看一下看一下上面，哇，我勒个天哪，把我都惊到了。这像不像一个老人的一个剪影？像一个法师拿着自己的禅杖屹立在这个地方，像不像？这个像不像一个老人的人像？这个地方是9个奇特的景点之一，这倒挂琵琶，哇，真的是太奇特了。然后这个下边你们再看一看，这个地方呢，若干年前这个地方应该是地下河的一个平面。那我们看到平面上有很多的这个小石笋啊，各种形状的，有海龟形状的，有这个什么海象的形状的。你看这里这一片都是。
这个是洞里面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弄堂啊！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前面有那么多的游客在前方走，这个位置好大呀，洞的高度也非常高。这个景点呢叫做婆媳情深，看一下，也就是前面是一个老婆婆是吧？后面是儿媳妇，表示他两个关系很好啊。这个天然的一个石笋就是这里啦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编的有点牵强哈，这个剪影怎么看也不太像两个人呐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山洞里面还可以爬山，你们觉得惊奇吗？这个位置叫做中流砥柱，然后呢，我们上来之后，对吧？这里是顶端，然后这个位置有一道门通过去啊，这个应该叫是南天门还是北天门？那么像这一颗石笋呢，它被称为中流砥柱，支撑在南北天门的中间的一颗非常巨大的一颗石笋柱，而是通过那种碳酸钙的不断的一层一层的叠加之后呢，到顶端来形成这么一颗柱子，就好像是它顶住了上面这一片的这个石板啊，不让它掉下来，非常的奇特啊。这个地方就像一座地下宫殿，这个位置就是霸王盔的位置，非常形象吧？就是形似以前那个将军戴的一个帽子啊，也特别像这个孙悟空是吧？大闹天宫的时候戴的那个帽子，上面是两条细细的辫子，只是这个辫子呢，它不会动是吧？是硬的，不是软的啊。大家看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石柱子，边上有很多的这种奇形怪状的这种东西啊，特别像这种灵芝的这种感觉，所以这个位置呢也起名为这个灵芝山，啊，也是9大奇观之一。我在这里注意到后边这一吨这个石笋啊，看去像是一个法师一样的这个形态。你们注意看，我放大一下，大家注意看，像一个老法师拄着个拐杖，或者说拱手的一个形态啊，上边是头部，像不像？就是特别像那种各种法术的那种老法师。这个地方应该是把它连在一起，再做一个介绍的话，我觉得会更完美啊。这个后边这个形状呢，也像一个弥勒佛的一个形态啊，非常的漂亮。但是可惜它这个地方呢，只收了这个灵芝山。那么然后再往这边过来呢，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啊，像这个位置呢，他们把它称作这个江山如此多娇哈。这个边上确实各种形态不一的这些石笋啊，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和美观。这儿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看的景点，我们看到是不是有那种像门帘一样的那种形状啊？特别像一串一串的这个冰糖葫芦，是吧？像这种地方也应该起一个名字的，只是在知音洞里面呢，各种奇特形态的景观太多了，你根本就是顾不过来啊。所以说呢，他们也只能说重点的随便描述了几个啊。这个地方的景观呢，被称为这个3级华盖，它是3个形状一样的，像一个盖子一样，对吧？然后形成层叠形状的3个，1、2、3，这也是目前这个溶洞中发现的这种形态唯一的一个啊，只有这么一个形态。这个3级华盖还蛮有意思的，从这个地方看过去，又像是从这个石头里边伸出来的3个头一样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太神奇了！然后它这个对面的话，又是一个法师一样的一个造型，这里对着他们，又像是感觉这个法师在这里镇守这3个从石头里面穿出来的这个脑袋，有没有？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，是姊妹玉树。我们再往这边看，这是姊妹玉树他爷爷抱着的小孩呢，
是他们的弟弟哈，这个是他妈，这个是他爸，是不是很形象？一家6口。这个地方呢被称为掌上明珠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上面这个形状像一个水母的一个形状，也像悬空的这种感觉哈。这个下方呢像是一只手掌，对不对？啊，到洞口了，这个洞口就一线天呐。朋友们，织金洞呢已经游完了，在里面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，真的是眼花缭乱。有很多没有编辑出来的景点的话，可能比他们这个标记出来的景点更加的漂亮。确实是因为里面各种的景观太多了，眼花缭乱，你真的看不过来。而且我们的拍摄它是完全没有实景好看的，所以织金洞是推荐大家一定要自己亲自来体验的。里面真的是太漂亮了，织金归来不看洞那句话一定不假。朋友们，我在这个大山的这个山梁这儿发现有一户人家，看样子好像还有人居住啊。我们无人机飞过去看一下，我都不知道他如何进出山的。
朋友们，今天我要去拜访一位山大王。为什么说是山大王呢？这个老板啊，多年前承包了我身后这一整片的山头，后来发现里面溶洞天坑数不胜数，洞内奇观呢奇特无比啊，非常的震撼。这个老板呢真的是赚到了，走，跟我一起去看一看。看到没有？这里竖有一块牌子哈，神秘洞天谷。然后呢，这里呢就是它的山门哈。我们一进来之后呢，就会看到这一整片的茅草屋，这里边呢全部是种植的这个香菇啊。到达这个山口的位置呢，你就会看到这里哈，整片山都能看得到了。中间呢是一个坑下去，周围呢是一圈山给它围住，所以这个地理位置非常不错啊。像那边呢就建了一些房子，它还建了一些这个蒙古包哈，好像是餐厅的时候吃饭在那个蒙古包里面吃啊。走吧，我们过去找老板聊一下。这是我们的任总，刚刚走到他这里呢，他们就吃饭啊。一起吃了饭之后呢，现在就让任总来跟我们讲一讲他这个地方哈。整个有好大的面积啊，这一片山的话2300亩，2300亩。你承包了好多年的？承包了30年。30年啊。你承包这里是哪个时候承包的17年。17年，到现在都好多时间了，5年的时间了。5年了。你当时承包花了多少钱呢？到现在花了1000多万了。已经花了1000多万了。你现在主要做的有些哪个项目？主要以台山农业观光为主，供养者为主哈，自产自销。就是这个项目哈。这儿，有花椒，有搞的这个农家乐啊、洋菜啊。也干得多，干的都是一体化的东西哈。因为客人走进来的话，他就会住人了。哎，你当时为啷个想到去投上千万的在这来搞一个毛山坡？是老家地啊地儿哈，有可能的话，这个工业都转向农业了，因为这个农业不做好，中国经济的话还被农业为第2道线。农业牵绊到哈其他行业，它都有怨的都。你现在的话在盈利了没得呀？已经干了15年了，也投了上千万进来。今年子好点了，因为前头的种植这些哈，它全是投资，没得回报的。做农业是做10家了18家，撑到5年了就算不成功了。你撑到5年了噻？是啊。做农业这几年的话，你有哪个感悟没得？这个地要艰苦，要吃得苦。因为我在山上待了5年了，晓得不？几乎不回家的。就要这待见。如果你请个门卫，请几个管理人员太多了，管安全的晓得，你就几乎就死不了。有好多东西自己能做得出。对，什么都请人的话，基本上也干不下去哈。干不这个？你这些山洞都是全部已经开发出来了的吗？开发了4个的。开发了4个哈。但是有些都没开发通，因为开发的话，好大的资金没得开发。你现在也是资金上有点困难对吧？那有点大哟。真正的要把这里搞好了，可能需要的资金还有点多。你有没有预估啊？大概好多钱能搞得好这边？如果把9个洞打穿，把这个娱乐设施搞点儿，可能7、8千万能搞上。要7、8千万才搞得好。里面基地也是空的呀，因为他都天天融起来，过去他走都要走。那你也忙啊，你看忙你的哇，那我们在这个洞里面去逛耍。要得。这个是比较好看的一个洞哈，走进去看一下。这个洞里面呢，他们还有在这里放了很多的这个菌包啊，这个菌呢就是生长出来呢就特别好吃的那种哈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洞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全部是倒着的这些石笋啊，而且是特别晶晶亮的那种。
从这个地方过去呢，我跟它称作为一个南天门哈。这一片看看漂不漂亮？然后这里有一条缝隙穿过去。哇，看到没有？这一棵超级高的一个大柱子，看一下粗不粗？然后呢，这边也有一棵，看看这一棵柱子，这棵柱子也是直接顶到上沿的，而且上边非常细，非常细。那么这个柱子是如何形成的呢，朋友们？这个上面还有草，看到吗？还有植物。那么应该是多少亿年前，对吧？水珠滴成的。从这个视角来看，大家有没有感觉我站的是南天门？左边一棵柱子，右边一棵柱子，在这里守着。来，我现在要带你们去看一个奇特的东西啊！通过这个小道过来，这里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缝进来哈，过来，快点！这里很小的一个缝，过来。来，从这里过来。在这个狭窄的地方，这里像一口钟一样的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包围着了，这边呢是一个天坑下去，这个他们把它命名成一口钟，我给你们敲一下，好吧？祝大家好运。这种声音是不是穿透力很强？我不说话，再来一下。这个山上呢也有一个洞，在半山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边有一个茅草屋啊，这个山洞应该是就从这个茅草屋进去。这里还有一些这个直播的设备是吧？是不是有人在这直播呢？咱也不知道啊。这里呢就是洞口。哇，一到洞口就非常的凉爽。这放了很多的这个酒缸啊，他们也在这里藏酒的，对吧？哇，这个里面是真漂亮啊！这么晶莹剔透的这个石笋，尤其是这里这一片，朋友们，就像那个海里那种水母一样哈，它是一个一个的层层叠叠的上去的，非常之漂亮。上边是一个什么玩意儿，反正是很好看哈，我都形容不出来了。哇，这里也特别好看。哇，这个位置好看。马上又出去了。这边是山的另一个出口。然后这里，你们注意看这里有没有像一个虫洞的这种感觉？我估计这里面也还没开发完，一直往前走。哇，这个里面怎么感觉像在一个动物的大肠里面这种感觉啊？哇，这个地方神奇哦！看，一直是这样，还能走多远？我看一下还能走多远。这个地方他们用这种碎石渣来填过的。然后这个洞呢是从那边进，这边出，中间有一条道呢，
一直往里面走，不知道延伸到哪儿去。整个长度呢，可能大概有1公里左右哈，这么一个长度。哇，贵州真的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啊，很多地方呢都是这种溶洞啊、峡谷啊、高山呐、等等啊，都是那种非常奇特的。有机会的话，大家一定要到贵州来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地形地貌哈，很神秘，很神秘。就像任总说的哈，农业真的是不好干。他在这里承包了2000多亩的这个山林和土地，然后在这里整了大面积的这个军包啊，一年的销售额呢可能就是300-400万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有搞了很多的这个草棚，包括它这里面呢景观非常非常的漂亮哈，溶洞天坑数不胜数。他算了一下，有9个溶洞，有18个天坑，厉害吧？这个整个山下面的话，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下农宫的这种感觉，只是现在呢都还没有开发呀。在这里呢投入已经上千万了，现在呢可能就是这个投入上也遇到瓶颈，还有呢做这个农业呢，它整个回收呢也相对来说比较慢啊。做了5年呢，现在呢都还没有开始盈利啊，朋友们。它这个地方的这个地理优势呢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，离镇上呢只有大概几公里啊。离最近的高速路口呢，也就是20分钟的一个车程，所以整个地理环境位置相当的不错。只是现在呢，都受困于各种方面的原因啊，包括资金啊，包括各方面的一些原因呢，就是停滞不前，然后回呢也没有回得来本。但是呢，我依然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特别是做农业和旅游结合的这种东西呢，应该是非常好的。只是可能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破局的办法哈。我知道朋友们呢有很多是专业做农业和旅游的高手啊，大家觉得像他这种情况的话，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和破局呢？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，交流一下你们的心得。